它不是為看數據爽而生的充電器，而是一顆把160瓦壓進接近65瓦體積，靠體系和調教站住腳的電源平台。它的核心優勢不在參數，而在協議可控、功率分配穩定，以及在高功率下還能守住溫控和效率的工程底線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安克 Primer 160瓦氮化鎵充電器，這是最近咱們評論區被點名比較多的一款產品啊。在安克的整個產品線裡面 ，Primer 系列不是走極致小巧，也不是單一的手機快充，而是主打高功率、多設備供電以及更穩定、更智能的桌面級使用體驗。咱們這一期測試片看的不只是功率有多大，而是它的快充兼容性、持續輸出、溫度控制、轉換效率、文波輸出等等。因為測試就是為了了解它的真實性能。喜歡咱們這種硬核車載視頻內容的老鐵們，記得一鍵3連，點讚、關注、投幣走起！你們的支持就是咱們更新的動力啊！老規矩，先開箱。這個160瓦延續了 Primer 系列黑色的包裝盒，安克的 logo， 這下面寫的是產品的特色160瓦功率3C 口智能功率分配，背面是它的參數信息。我們直接打開包裝盒，天地蓋的盒子，全紙質的包裝啊，用戶手冊一本。使用說明卡片1張，充電頭外部有紙質的保護膜把它包住的。這個個頭做的確實是非常的小啊。咱們拿這個安克的140瓦做個對比，這個160瓦比140瓦還小了1/3的體積啊。充電頭3C 口的設計，內部的舌片全部都是藍色。充電口上面有 iQOO5的標識，充電口的面板它是有浮雕紋理的，光照上去有一種炫光的感覺。充電器的面板為黑色的半透明塑料。觸控區域有一個圓環標識，安克的 logo，Primer 的 logo， 正面腰線區域做了收邊處理，手摸上去是能感覺到這個地方有一點點凹下去，就是為了更好的握持感。新國標的折疊插腳力度還是可以的，產品的寬度65毫米，厚度為36毫米，高度為52毫米，連折疊插腳的部分67毫米高度。整個充電器連包裝盒的重量329克，單充電頭重量210克。這個體積我看上去就是一個65瓦的充電器，這個功率密度的話，確實是非常高的啊。我們先來看這個屏幕和交互，這也是 Primer 系列和普通快充頭拉開差距的地方。這塊屏幕本身是支持自動旋轉的，它內部有陀螺儀，不管你是橫放、豎放，信息都會自動轉正。同時，你也可以輕點3下控制屏幕顯示的方向。上電默認顯示的界面是主功率界面，左上角是當前充電模式的小圖標，右上角則是藍牙連接狀態，一眼就能看明白它現在在幹嘛。操作邏輯也很簡單，輕點一下切換界面，依次是總功率、3口分別功率、溫控界面、充電模式以及藍牙狀態。輕點2下就可以直接切換充電模式，包括 AI 模式和 CE 端口優先模式。這個設計明顯是給桌面長期使用準備的。再往深的看，就得連手機 APP 了。安克官方的 APP 在各大應用商店都能夠下載，而且和 Primer 250瓦桌面充電站用的是同一套系統。連接之後，在手機裡就可以直接看到這個充電頭的實物圖片。下面則是 C1、C2、C3 3個充電口的功率、電壓、電流實時數據，以及總輸出功率的變化曲線。更關鍵的是端口控制，你可以在 APP 裡面單獨開關每一個充電口，還能夠看到當前使用的線纜信息。這一點在多設備桌面環境下非常實用。最後就是充電模式，這也是 Primer 系列真正的殺手鐧啊！除了 AI 模式和標準模式。標準模式裡面還細分了 CE 端口優先和雙筆電模式，而在自定義模式下，3個充電口的功率分配、總功率上限，甚至充電協議都可以自由的由你自己設定，只要不超過160瓦總功率就可以。包括 UFCS、華為 SCP、PD12 伏檔位以及多個 PPS 公版協議都能按端口個性化配置。這一點說實話，在同級別多口充電器裡面競爭力是非常強的。這個安克 Primer 系列160瓦充電器，它的屏幕和 APP 並不是為了好看，而是把原本藏在電路裡面的功率分配邏輯直接交到了你的手上。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充電器的規格信息啊。
安克 Primer Changer 充電器型號為 A2687，輸入規格100至240伏全球電壓，單口輸出最大功率28伏 5.36 安150瓦，這個我們後面單獨的拉一下功率啊。雙口使用最大功率160瓦，三口使用最大功率也是160瓦，輸出總功率160瓦。安克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C 認證，循環10年，非熱帶地區使用，海拔小於2000米使用，請勿扔向垃圾桶，室內使用，雙路絕緣。下面是 ASM 碼 3C 認證信息，咱們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圖。我們現在來測試這3個充電口的充電協議的情況。測試之前給大家說一下，我們都是用 AI 模式進行來測試啊。而且 APP 設置裡面我也沒有開啟自定義模式，這是充電頭出廠的默認設置。這個是 Type-C 3口檢測出來的協議情況，有融合快充的33瓦，高通 QC 3.0 的快充協議，華為 FCP 最高18瓦，華為 SCP 23瓦，三星 AFC 24瓦 ，PD 3.1 140瓦 ，EPR PPS QC 4加 ，PD 3.1 點進去固定檔位5個，最高28伏5安140瓦 ，PPS 5至11伏5安。AVS 15至28伏140瓦，沒有12伏檔位不要擔心 ，APP 裡面可以打開。PPS 檔位不夠 ，APP 裡面也可以設置。DCP SAM Apple 2.4 3個基礎協議，這個是 Type-C 2口檢測出來的協議啊，跟 Type-C 1口一模一樣。這個是 Type-C 3口檢測出來的協議，也是一模一樣的，證明這個充電器內部是3路獨立的降壓電路。我們現在就是來測試這個安克 Primer 160瓦的手機充電兼容性。當然，設置之前我要跟大家說一下，我已經在 APP 裡面把這個自定義模式開啟了。然後 C1 口我關閉了 UFCS 和 SCP。C2 口打開 UFCS 和 SCP。C3 口我是直接把它設置成一個基礎功率。首先，我們從你家的設備開始啊，快速充電開啟。啟動的是 PPS 的快充，這個是33瓦的 PPS， 起始功率在26瓦左右，符合33瓦 PPS 的標準。C2 口同樣可以啟動 PPS 快充，功率也是26瓦左右。我們用這一部手機來測試一下華為的 SCP 協議，因為我的 C1 口已經屏蔽了啊，沒有超級閃充的標識。C2 口可以開啟超級快充 ，C2 口的 SCP 協議打開的，真實功率可以跑到21瓦左右，公版的 SCP 22.5瓦協議。這部手機為藍廠的 NUO10， 藍廠的超快充電已經開啟，功率已經跑到80瓦左右啊，81瓦了。Type-C 2口功率可以跑到31瓦左右，這個功率也是很高的，因為我設定的是45瓦的充電口。像我這種設置，藍廠的老款設備僅支持融合快充的 C2 口也是可以用的。這部手機的型號為榮耀200 ，Type-C 1口啟動 Max 100瓦超級快充，真實功率可以跑到70瓦左右啊。這個功率跑得很高的。C2 口的話，我設定了 SCP， 所以說它開啟的是超級快充。這部手機為綠廠的設備啊，既可以支持 PPS， 又可以支持融合快充。首先是 Type-C 1口啟動超級閃充，真實功率跑到26瓦左右 ，PPS 33瓦開啟了。然後我們再看 Type-C 2口，同樣是超級閃充，這一個走的是融合快充啊，起始功率也是在25、6瓦。所以說藍綠廠的設備的話， PPS 和 UFCS 這個充電器都可以支持。我们來看一下三星的兼容性，超快充電 2.0 開啟 Type-C 1口。我這款手機是老款的，所以說功率的話看不到有多高。如果是新款的話，功率會更高啊。Type-C 2口一樣的是超快充電 2.0， 這個充電器它有一個獨有的一個 PPS 快充，大家在協議裡面應該看得到啊。這個就是新款三星的一個 PPS 的高功率快充。看完它的協議，測完它的兼容性，下面我們從安卓手機的實際的充電表現開始，採集它的 PPS 和融合快充的充電曲線圖，看看這個充電器的功率爬升、整體的穩定性，還有它的溫度情況。首先是這部榮耀200，目前電量還有 6%， 我們直接充電採集數據。這部手機充電已完成，我們來看一下充電曲線圖啊。這個 PPS 充電曲線圖是很標準的，前面7分鐘為高功率階段，最高的峰值功率爬升到91瓦。後面就是69瓦的功率啊，持續了4分多鐘時間，降到64瓦功率，充了30秒。後面是53瓦的功率，充了1分半鐘時間，然後調整功率，變成43瓦，充了6分鐘；36瓦，充了4分鐘，然後又漲到45瓦，充了1分多鐘，然後逐漸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滿電。這個手機從6%到100%，一共花了35分鐘時間，這個充電時間是很快的啊。我們來看一下溫度，給這個手機充電，充電器的殼體最高溫度為35攝氏度。測試的時候，咱們室內溫度16度左右。
這部手機為綠廠的設備啊，我們用它來採集 UFCS 融合快充的充電曲線。給這個手機充電的話，我們就用 Type-C 2口，因為我把融合快充設置在這個 Type-C 2口了。目前這個手機的電量還有 5%， 我們直接充電採集數據。這個手機現在已經98個電了，我們來看一下充電曲線圖啊，兄弟們記住啊，這個就是標準的融合快充充電曲線，33瓦的，起始功率26瓦，充到 85% 功率29瓦，然後逐漸的下降功率，到 95% 的时候轉為5伏涓流充電。融合快充就是逐漸上升功率的模式，標準的33瓦的 UFCS， 起始功率在26瓦，充到 85% 功率在29瓦。我們再來看一下溫度啊。這個充電是接着上一個榮耀手機來的，所以說它的溫度曲線沒什麼變化，最高溫度36攝氏度。測試的時候，咱們室內溫度17攝氏度了。安卓這邊的充電數據咱們採集完了，我們現在重點的就是看這個充電器對蘋果手機充電的效果，後面就是大功率的烤雞測試啊。目前這個手機是沒有電的狀態，我們直接充電採集數據。這部蘋果手機已經83個電了，我們來看一下曲線圖。經常看咱們視頻的兄弟們一看就知道啊，非常標準。插上電40秒鐘過後開機，然後功率直接衝到最高的峰值功率35瓦，後面就降到第一階段的27、8瓦的功率，一共充了14分鐘時間，然後降到第二階段21瓦功率，充了8分鐘，第三階段15瓦功率，充了6分鐘，9瓦的功率充了大概7分鐘時間。電量到 80% 就轉為5伏的基礎功率進行涓流充電。這個手機從0到80一共花了53分鐘，很標準啊。我們來看一下給蘋果手機充電的溫度啊，幾乎可以忽略不計。最高溫度 30.7 度，測試的時候咱們室內溫度16攝氏度。現在這個測試就是烤雞測試。第一次我們用160瓦 ，C1 口輸出90瓦 ，C2 口輸出70瓦，總功率就是足額160瓦。我們拭目以待它的烤雞表現。現在是160瓦烤雞的曲線圖，大家看一下。C1 口的真實功率是輸出 88.9 瓦，一共輸出了35分鐘。C2 口的真實功率是 69.8 瓦，同樣是輸出了35分鐘。我們來看一下關斷時候的最高溫度，採集線採到溫度為 60.5 攝氏度，其實這個表面溫度並不高。與此同時，我用熱像儀採集了3張圖片，大家看一下啊。採集線附近 61.5 攝氏度。另一面的溫度是 61.3 攝氏度，充電口的溫度為 80.6 攝氏度。這個是充電器的一個自我保護，在80攝氏度的時候自動的關斷了輸出。現在是單口140瓦烤雞的情況，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，非常平穩，137瓦的真實功率一直在輸出，足足2個半小時沒有斷功率啊。溫度採集線採到它的溫度徘徊在58攝氏度左右，平穩了，我們就可以停了，再烤雞下去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啊。這個烤雞過程，我用熱像儀採集了2次溫度。第一次在1個小時15分鐘的時候，採集線附近的溫度為 56.7 攝氏度，另一面的溫度是 54.9 攝氏度，充電口溫度74攝氏度。在2個半小時的時候，咱們再次採集，採集線附近為 58.3 攝氏度，另外一面是 58.1 攝氏度，充電口附近 76.6。烤雞的時候，咱們環境溫度是17攝氏度左右。這個140瓦長時間輸出，非常的強悍啊，而且這個體積是這麼迷你的情況下，可以長時間的進行140瓦功率輸出。我們現在就是来測試一下它的功率分配的情況啊。首先就是應付3台 PD 3.1 140瓦的移动電源，我們看一下它是怎麼分配的。首先 Type-C 1口我們啟動140瓦，接上 Type-C 2口，接上的瞬間這邊斷連了一下，功率迅速的分配成80加80瓦，也就是總功率160瓦。這個時候我們再接上第3台設備，這個時候沒有斷連啊，3台設備全部都是真實功率50多瓦在輸出。第一次插入的時候，因為是 PD 3.1 切換到 PD 3.0，這是协議轉換造成的斷連，不是充電器本身的問題。所有的140瓦充電器 PD 3.1 切換 PD 3.0都會斷連，真正的不斷連的話，要3台設備全部都是 PD 3.0才可以。我們現在就是3個 PD 3.0同時使用的情況，我們來看一下啊。Type-C 1口啟動65瓦，這個時候接上 Type-C 2口，不會斷連的，只是功率調整了一下。我們再接上 Type-C 3口，同樣的是不會斷連的，3個充電口的功率還是統一的調到50多瓦，也就是說 PD 3.0 協議狀態下它是不會斷連的啊，而且雙腔快充同樣是可以開啟的。我們再來看一下。這個充電器應付3台手機同時充電的時候會不會斷連？
首先 Type C 一口，我們啟動它的 PBS 快充，我們再插上 Type C 二口，這邊歸零了一下，但是功率迅速的回來了。两個手機全是快速充電啊，總功率大概在80瓦左右。這個時候我們接上 Type C 三口，接上的瞬間都同時歸零了一下 ，C 一口功率回來了 ，C 二口這邊的功率也起來了啊。三個充電口同時走到了100瓦左右的功率。充電器 AI 2.0 的模式下進行測試的，如果轉換到其他的模式或者自定義模式的話，會有不一樣的結果。這個需要大家自己在實際應用中來自己摸索吧。這個充電器它有一個150瓦模式，我們用負載儀實際的拉一下啊。我們現在是標準的140瓦輸出，我們把負載儀給它把電流調到 5.36 安試一下啊。現在是 5.1 安了 5.35 安 146.9 瓦，也就是147瓦了。5.37 安也可以拉得起来。现在是 5.42 安的 148.8 瓦，加到 5.43 安就保護了。這個輸出能力確實是可以的啊。這款充電器內部的電路架構都是最先進的，我們來測試一下它的轉換效率，還有功率運輸，還有待機功耗的情況。這個就是反映這個充電器設計的水平了。首先是110伏60赫茲的狀態，充電器在沒有打開屏幕的時候，它的待機功耗為 0.52 瓦。當我們把屏幕點亮的時候，它的待機功耗大約就是 0.8 瓦的樣子。15瓦功率的時候，110伏輸出 19.5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15.5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79%。27瓦功率，110伏輸出 31.3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26.9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6%。45瓦功率，110伏輸出 49.8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44.8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90%。60瓦功率，110伏輸出 66.9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60.8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91%。100瓦功率，110伏輸出 109.8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100.4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也是 91%。140瓦功率，110伏輸出 149.9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138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92%，非常不錯啊。現在是220伏50赫茲的狀態，它的屏幕沒有開的時候，待機功耗經過10多分鐘測試，約為 0.65 瓦。當把它屏幕點亮的時候，它的待機功耗大約是 0.94 瓦的樣子。15瓦功率的時候，220伏輸出 19.3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15.4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0%。27瓦功率，220伏輸出 31.1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26.9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6%。45瓦功率，220伏輸出 49.4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44.7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90%。60瓦功率，220伏輸出 66.9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60.7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91%。100瓦功率，110伏輸出 109.1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100.3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92%。140瓦功率，110伏輸出 148.6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137.96，也就是138瓦吧，折算轉換效率 93%，這個效率做得很高了啊。看完它的轉換效率，我們來測試另外一個更偏工程性的指標，也就是它的交流文波輸出的控制。這項指標不影響充電速度，它反映的是這個充電器輸出的電源品質。我們直接上示波器開始測試。首先我們來測試 Type C 一口，1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28.2 毫伏，平均文波 22.9 毫伏左右。27瓦文波最高的時候 42.7 毫伏，平均文波 28.8 毫伏左右。4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75.1 毫伏，平均文波 58 毫伏左右。6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121.98， 也就是122毫伏，平均文波 79毫伏左右。100瓦文波最高的時候 106.4 毫伏，平均文波 75.7 毫伏左右。14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113.3 毫伏，平均文波77毫伏左右。现在我们测试 Type C 2口文波，1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25.1 毫伏，平均文波 20.8 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52.1 毫伏，平均文波 32.4 毫伏左右。4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69.5 毫伏，平均文波 56.7 毫伏左右。6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122.1 毫伏，平均文波77毫伏左右。10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119.9 毫伏，平均文波78毫伏左右。
14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99.9 毫伏，平均文波也是77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測試 Type-C 3口文波，1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26.7 毫伏，平均文波20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45.4 毫伏，平均文波24毫伏左右。4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71.7 毫伏，平均文波 56.8 毫伏左右。6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117.7 毫伏，平均文波79毫伏左右。10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108.7 毫伏，平均文波77毫伏左右。14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101.7 毫伏，平均文波77毫伏左右。这個 Anker Primer 160瓦3口氮化鎵充電器，經過這一輪完整的測試，我們先從兼容層面說起。它在協議支持上非常靈活，得益於 APP 類的協議自定義功能。它在合規的前提下，對主流的安卓與蘋果快充協議都實現了穩定的握手。無論是 PPS 100瓦的檔位，還是融合快充，甚至包括最新款的三星高功率 PPS， 都能被識別並進入合適的輸出檔位。我們看到的是標準、乾淨、可複現的充電曲線，這不是碰巧達標，而是協議實現和功率調度的成熟表現吧。在安卓實際測試中 ，PPS 最高峰值達到92瓦 ，UFCS 在充電區間也維持了合理的功率，同時充電器的殼體溫度在較低負載下保持35在36度。蘋果的4階段完整充電曲線非常的標準，而且峰值功率可以達到35瓦，符合蘋果的充電邏輯。這說明在日常使用環境中，它具備低熱、低擾動的充電體驗。進入它的高強度測試，雙口90+70瓦能持續運行超過半小時才觸發保護，且溫控策略偏安全優先。單口140瓦，烤機長達2.5小時，穩定輸出，殼體的整體溫度控制在合理區間。說明這套160瓦平台在單口高功率輸出場景下，它的耐熱設計與功率管理是經過工程優化的。在效率方面，無論是110還是220伏，峰值轉換效率都達到92到93，平均效率接近88以上。這個數字在目前高功率氮化鎵產品中屬於上乘水準，意味着在多數實際使用情況下，它可以減少不必要的能量損耗和熱量堆積。最後就是交流文波數據。整體在不同功率區間內表現一致，無明顯的異常，這表明輸出文波與控制回路足夠穩定，對下游設備沒有明顯的干擾風險。綜合來看，Anker Primer 160瓦不只是參數堆疊，而是兼容性、穩定性和長期性3方面都有實際的體現。如果你是日常多設備充電用戶，並希望一個桌面級方案覆蓋筆電、手機、平板多終端的充電需求，這台160瓦的協議兼容性與多口調度能力會顯著提升體驗。高功率筆電用戶，尤其是單口輸出需求在100到140瓦區間，這台充電器熱控和長期穩定性的表現出色，不容易出現主動降功率或者過熱限流的情況。工程發燒友、控制細節關注者，如果你希望看到比參數更扎實的輸出表現、完整的協議實現以及穩定的溫控策略帶來的持續性能，這款產品是行業級平台調教的代表之一。一句話總結，它不是為看數據爽而生的充電器，而是一顆把160瓦壓進接近65瓦體積，靠體系和調教站住腳的電源平台。它的核心優勢不在參數，而在協議可控、功率分配穩定，以及在高功率下還能守住溫控和效率的工程底線。測試為了了解才是為真相，認真測載客觀輸出。我是離火車哉，非常感謝各位老鐵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，有你們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動力。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